总得去探一探。随着10号踏上那条神秘古路后，穿透虚空，进入一个神秘的地方。他走在上面，感觉跟采鹅卵石似的，很真实。但他心里清楚，这肯定不只是条普通的十字路，这古路贯穿永恒，也不知道到底通向哪里。路旁边光雨蒸腾，仙雾弥漫，神秘又圣洁。远处却是一片黑暗和虚无。打神石和黄蝶也追来，跟在10号身边一起往前走。周围幽静无声，只有霞光和花瓣纷飞，清香中带着沉醉的道韵，感觉就像要去朝圣，接近最神圣的地方。而绝地外面，那几大天神正忙着敲神鼓、吹号角，想知道里面情况，却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他们怀疑10号是不是在里面，或者是不是被音波攻击影响了。仙殿的天神很笃定10号在里面，还说他活不了，一会儿要继续袭扰。这些天神把绝地围得水泄不通，就怕10号跑了。他们可不敢让10号再成长，不然他可能打破纪录，创下成就天神位最短时间的传奇。再说10号这边，他在古路上走了很久，路周围漆黑一片，打神石和黄蝶也啥都发现不了，隐约听到兽吼声，却很模糊。10号用天眼也只能看到朦胧景象，偶尔看到破碎的大星。有一次，他看到通红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灭，像是有巨兽在移动，但再看又没了。突然，10号发现路被截断了，中间是黑暗，对面还有一段路，这是被谁斩断的？他站住脚，看着对面，犹豫要不要过去。他祭出一件蛊气，想打出断路，结果蛊气被击裂，化成粉末。他又祭出逆龙铃，看到断路外果然又有血光飞来。10号估量了下，就跃空而起，横渡断路，向对岸而去。这一渡可不容易，血光阵阵，黑色闪电交织，不断劈来。10号花费1个时辰才渡过去，还受了伤，但他肉身强大，才挺过来。继续前行，10号又遇到8处断路，总共9处。他看到9段之路几个血字，后面还有长生之途。他一路闯过，肉身都破了，鲜血流淌。最后他到了尽头，走近路的末端，看到一块石壁，再回头路不见了，石壁从4面8方挤压过来，成了一座密闭石室。打神石急了，说他们落入绝境。10号催动宝术，猛力一击，石室墙壁变成苍穹，上面有壁画，像乾坤一样。石壁上显化8个古字，打破天地，得见长生。10号琢磨这字，觉得很有道理。打神石去撞墙壁，却撞不动。10号也动手，3道仙气缠绕拳头，使出至高无上法，轰向墙壁。这一击威力巨大，石壁剧烈颤动。就在这时，打神石惊叫：怎么多了一个人？原来在10号拳芒中，一个又一个身影出现，全都盘坐在密室中。当10号停下来时，密室变大10倍，多了10几个人。这些人有老有少，有男有女，但都一动不动，像在闭关。10号仔细看他们，发现他们虽然死了，但肉身不腐，还有生机。突然10号和打神石都呆住了。这些人背后都有裂缝，发出圣光，这跟古代文献记载的飞升一样。这些人像是成仙了，留下一退。10号有点难以相信。10号站在那里自言自语：若是我，绝不会舍弃肉身。他坚信肉身是大道之根，元神离了体壳，就像无根之萍，迟早会消散。他不知道成仙后会怎样，但听说过有肉身飞仙的说法，不必舍弃肉壳。看着眼前这些一退，10号感慨万千，这些可是当年最惊艳的人留下的呀。打神时还赞叹那些女子漂亮，个个国色天香，可如今只剩肉壳了。10号怀疑，走到这里，击开石壁就能成仙吗？既然到了尽头，后路又没了，他决定试一试，打出条路来。10号动用极限力量，第3种至尊宝术复苏和其他宝术叠加使用，威力大增。3道仙气化成3条真龙，缠裹手臂，击在石壁上，震耳欲聋。连续8击后，石壁皲裂，10号感受到宏大气息，仿佛有个大世界在招手。同时他浑身剧痛，元神要离体而出，前往另一界。10号心惊，感觉肉身剧痛，元神在吸收精华，要挣脱而去，这太突然了。他断喝镇压，盘坐下来，口诵元始真解，运转古文，对抗吸附力。这无比艰难，他后背出现金色口子，肉身要裂开，元神在吞噬精华。10号催动柳神法，运转血气，强行闭合伤口，稳固元神。这时墙壁破碎，光束炽盛，光与花瓣洒落。10号却满头大汗，激烈抗争。他不能离开上界、下界，还有亲朋故友，怎能舍弃？他感受到异样气息，有点像虚神界、灵界，很特别。10号毛骨悚然，石壁后方有什么秘密？飞升之地，为何有灵界气息？10号不敢进去，直觉告诉他，若去探究会失去肉身，只能元神前往。他看着这些一退，这些人是真的成仙了，还是元神被吸进去了？是否还有再现之日？10号有点凌乱，那石壁后方让他非常不安。10号喝道：再阵！
所有神通进展，终于镇定下来，肉身愈合，元神归位，墙壁也慢慢恢复，裂纹消失，光滑敛去。10号身体冰冷，出了一身冷汗。刚才的经历太诡异了，他决定离开，不再探究。不过今日他收获不小，洞悉了惊人秘密，总觉得那片地狱有灵界气息，但更神圣超然。10号说道：“等重回3000周后，我要将灵界研究透彻，找出蛛丝马迹，看看方才险些去的地方有何来历。”说完，他回身轰砸来路上的石壁，古路又出现。他带着打神石与黄蝶一路疾驰返回。10号回归后，在古树林中闭关修行，选择圣技，让自己变强。突然，大道神音轰鸣，符文交织，从虚空中降落，斩向他的肉身。10号用手臂一挡，右臂暗淡，散发奇异波动，身体踉跄。这一刻，他感觉右臂法力消散很多，像是被斩落一个大境界，退到神火境界了。这就是圣技，很危险，别说还没成功呢，就是在冲击过程中都如此，可能有境界跌落的灾祸。一般的人都准备了强大兵器，待自己遭劫，兵器毁掉，而人没事。10号没有那样做，不以兵器替死，而是借此磨砺己身，警醒自己，让自己更明白圣技的危险。最终10号运转法力，整个人发光，熊熊燃烧，终于让那暗淡的手臂又一次有了光彩，恢复了过去。不用兵器代替，己身对抗圣技，这很危险，但也能更好熬炼人。若能闯过去，等于再接下一次又一次淬炼，是一次惊人而可怕的洗礼。不久后，此地残阵波纹消失，紫雕又现。10号则不得不躲起来，直到数日后，所有生灵再次蛰伏，10号才有机会第3次闭关。10号经过一番艰苦修炼，终于迎来了质的飞跃。他站在那里，感受着自己全新的力量，翻手间就把天空中的云朵都抓在手里，那感觉仿佛可以震杀一切敌。他觉得现在自己可以上9天揽星，下9幽灭府，通天彻地，无所不能，终于可以出去杀强敌了。他的血气汹涌，元神力扩散，肉身强大了不知多少倍，神觉也敏锐了一大截。就在他沉浸在这种力量感中时，突然警醒过来，意识到这是圣技的后遗症，险些迷失。他赶紧让自己清醒过来，不然的话，神魄也许会迷惘，自身将从此混混将将。圣技成功后，10号没有立刻出去击杀天神，而是开始巩固自己的修为。血气还在增长，如长河滔滔，若大江东流，又似汪洋起伏。他的实力还在增长，比早先的感觉还要充沛。10号寂静无声，盘坐在那里，仿佛与整片天地凝结为一体。一刹那，他化成了山石，成为了草木，跟着山河共存，成为他们的一部分。最后，他又成为了苍宇，与天穹凝结在一起，如同唯一的神奇俯视着大地。就这样过了半个月，10号掌握了一定的规律，他的天神级战力可以保持2到4日那么长时间。而后，10号默默修行，仔细体悟，他在观察自我。直至数日后，血气喷薄，道行突飞猛进，他又开始进阶，急速回归圣技领域，有了天神级的战力。终于，10号出关了，他正好从虚弱期步入最强状态。我该出去了，让你们久等了。10号站起身来，双目射出2道金色的光束，天神气息弥漫。他似无所不能，仿佛抬手就可以摘星卓越。10号手持万灵图，走出绝地。当来到外面，他看到了2尊天神，一个身穿青色甲胄，盘坐在此地，另一个则身穿银甲，站在一座山峰上。10号冷笑道：“你们还想杀我？我现在可是天神级战力，你们不是对手。”青甲天神冷哼一声，吐出一个青皮葫芦，想把10号收进去。然而10号轰然爆发，金光蔽日，身体迅速放大，一拳轰碎了这个葫芦。紧接着拳风浩荡，向青甲天神击去。青甲天神大叫着，解法应对决，可还是大口咳血，被震碎一条手臂，踉跄后退。同时另一个方向，银甲天神被10号的灵身截住，激战在一起。最终身穿青色甲胄的天神头颅被10号一掌斩断，斜飞了出去。虚空破开，有2名天神迈入此地进行援救。10号冷酷地说道：“那么也一起去死吧。”这一战阴风呼啸，鬼哭神嚎，这个小千世界下起了血雨，震惊万灵。最终共有4颗头颅落地，全部属于天神。10号站在那里，冷酷无比地说道：“我该出去走一走了，什么仙殿的天神，什么民族的强势人物，所有天神统统镇杀干净。”10号出关后悄无声息，4大天神陨落的消息无人知晓。他直奔宁川所在的谷地，想解决这个大敌，却扑了个空。宁川估计也进入圣技领域了。10号并不失望，反而觉得对方是个可怕的对手，值得他全力以赴。他无惧对方6世积累的底蕴，自信满满的说：“该起一些风浪了。”随后他一步迈出，消失在原地，前往寒界。寒界天寒地冻，10号曾在此闭关。他怀疑太阴之水来自这里，想在大开杀戒前探个究竟。果然，雪山异常融化，形成黑色巨湖，全是太阴神水。
石浩出神，想起青衣与月禅在此的往事，心中荡漾。他自语：青衣去了哪里？该不会有了吧？这时他感应到天神气息，看到一个男子黑着脸盯着他。你在说什么？男子问。关你什么事？石浩斜睨他。男子激动地说：青衣是月禅的刺身，你这小魔头对他做了什么？石浩诧异，这人是补天教的天神。青衣无恙，倒是月禅可能有了，快成为我孩他娘了。石浩笑着说。天神大怒，祭出四象塔镇压石浩。石浩爆发出天神级战力，一巴掌扇飞四象塔，塔残缺。天神震惊，石浩难道比肩天神了？未免太快了，这是要打破古代纪录吗？天神怒火中烧，喝道：小魔头，快说你将月禅还有青衣怎样了？石浩施展雷地宝术轰向天神，天神不躲闪，迎着冲过来，手中宝术璀璨。石浩迅速躲避，知道对方有补天术，能逆转局势。果然补天术绽放不朽符文，天神很不凡，能跟石浩对攻，非常强大。石浩胜绩后有相应战力，实力恐怖。然而天神居然支撑片刻，且怒火燃烧，显得越发猛烈。你这老小子，身为补天教天神，打别人家娃他娘的主意，是不是有点老不休啊？我教训你一顿。石浩爆发，将天神的数件法器全部震裂，如同打铁一般。天神虽强，但还是被石浩轰得横飞，口中淌血。天神站起身来后，踉踉跄跄，既震惊又神色复杂，看着石浩，这小子才多大，20岁左右，将他击败了。他有点无言，但想到那小子说的话，心中的那点佩服又焚烧干净了，怒目而视。石浩干净利落，解法印将天神拍进地层中，打得浑身是伤，眼睛都乌黑了。不过天神有秘宝，护住了躯体，性命无忧。说，你到底对月禅还有青衣做了什么？天神大吼：老小子，你谁啊？你都问多少遍了？石浩满不在乎地扫了一眼，随口问道：我是月禅的舅爷。天神怒道。石浩闻言顿时一呆，踏出去的脚收了回来，拳头也放下了。他直嘬牙花子，月禅的舅爷不就是青衣的舅爷吗？结果让他给揍了一顿，看着对方的乌眼青，他真不知道说啥好了。你跟仙殿、冥土那些人联手，想除掉我？石浩问。我没有参与，只是路过这里，碰巧看到你。天神咬牙道，再次追问自己外甥女的下落。我还没杀月禅，你若寻到，可以赶紧带走。至于青衣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了。石浩说道。我跟你拼了！天神气坏了，身为青衣与月禅的长辈，他恨透这小子了，觉得太缺德了。我说的是真的，不是造谣，也不是占你们补天教便宜，也别气。石浩说道。两人一顿交手，天神又被放倒了，这次英俊的面庞都被打肿了，气得不行。最后石浩对天发誓，说所言都是真的。天神更气了，恨不得跟他拼命。石浩叫道：那天是我吃亏好不好？那是我的人生耻辱，被人禁锢了。结果一没留神，又将这位舅爷揍了几拳。最后他撕开空间，将这位舅爷扔走了，不跟他纠缠了。补天教这家伙冷静下来后，不应该跟我拼命，也许外界的补天教会站我这一边。石浩无比乐观地说道。当然他也只是说说而已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他都无惧。最后石浩扎进太阴湖中，费了半日功夫破开法阵，取出一块太阴本源石，这就是昔日飞仙失败的那个部落强者留下的至宝。石浩想了想，可以送给太阴玉兔。我的打神石怪教，等小兔子参悟完给你。石浩说道，同时他也想研究一番。石浩离开了此地，开始真正大开杀戒。魔王来了！石浩凶名赫赫，这是真正的大魔王出动，因为他已经接连击杀3名天神，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震撼了所有人。荒怎么样了？还没有解决吗？民族的天神跟人说道。不好了，荒来了！有人传音，震动天宇。下一刻石浩杀到了，追击一位天神到此。他想要找这些天神太容易了，因为这些外界来的天神不曾掩藏，自认为可以俯视仙骨了，都在一些净土寻机缘。荒民族天神目光悠悠，他皮包骨头，浑身乌黑，看起来如同一个骷髅般，目中鬼火悠悠。到了这里，石浩舍弃了其他，只盯住这尊天神，因为他知道民族还有仙殿的天神是主要发起者，要绝杀他。小崽子，你难道还成气候了不成？民族天神阴恻恻地说道。下一刻他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，荒爆发后血气滔滔，直逼天神，根本不弱1分1毫。当两人对击一掌，这位民族的强者即便前世金身坚固，由世而生，依旧保持着躯体的强大，但还是吃不消。他觉得手臂剧痛，仿佛要折断了。这一战民族天神竭尽所能，但是最后被折断了一条手臂，黑色明血从干瘪的皮肤中透出，他转身就逃。追杀天神！石浩一路疾驰，追杀民族天神，不紧不慢，
就在后面跟着。一路上，许多人石化，全都在发呆，那是慌。靠自己的实力在追杀一尊天神，太不可思议了！这才多久啊？他才多大，居然有了这样逆天的战力？他要是能活过100岁、1000岁、万岁，会有怎样的成就？这是一个活着的神话传奇。10号故意放他奔逃，去寻求救援，免得他一个一个招。果然，这路途上有一些天神加入进来，对他阻击。10号大开杀戒，这一次动了雷霆之怒，血腥出手，一连又击毙4尊天神，这实在震撼人心。最后，民族的天神被10号拆掉了，将身体震裂，将黑色的冥骨折断。沿路上，所有见到这一幕的人无比发呆，心中巨波汹涌。不知里面如何了。天神入场，想必有了巨大的收获。外界无人区有教主说道：“砰！”说话间，一颗头颅被人从那入口扔了出来，元神已灭，只剩下一颗黑色的头骨。民族的天神？什么？这是谁做的？居然敢这般大胆地扔出仙骨！无人区中那些人震惊，彻底沸腾了。不怕死，就将天神都送进来，来一个我一个，来2个我杀一双。